慢走，不送。子腾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高跟鞋虽然好看，但穿久了不舒服，也不健康。我给你买了双平底的，你记得换着穿。
思腾，你真的来？怎么，没想到我会来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给你感觉我在威胁你，但其实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刚才在最后一刹那，其实我心里有一些侥幸，我希望你能出现，希望你能保护我。所以还是觉得我受到你的威胁才来的？不是这样的，在开车离开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想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一定会不管不问，任凭我去死。但是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了，你如果对我还是一样弃如敝履，那只能怪我自己是瞎了眼。是，你有100种理由可以不理会我，但是我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拥有自由的意志，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干嘛非得留在一个这么冷血无情的人身边东奔西跑的？难道就因为我想做个人吗？但是这样，即便是你还走不走了？这么多废话，只剩下一口气的安曼，他等得了吗？上车。思腾，你这次跟我离开，不会耽误你的计划吧？我跟王乾坤说了，临时有事离开，5天之后回来。5天？思腾，其实用不了那么久的。我跟他说的5天，但实际上我们3天之后就会秘密回到云溪寨，这其中2天宇航，1天深海。3天之后回云溪寨，这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争取更多的时间。2天宇航也正常，但是有深海什么事儿？你在深海如果有熟悉的朋友，去查一下这个地址，还有这个人。邵延宽，这个邵延宽不会就是当年那个男朋友吧？别瞎猜，不管你猜什么都不对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云溪寨的事情很重要，1天都不能耽误。可是突然走了3天，中间不会有什么纰漏吗？放心吧，我自然会放上可靠的人来做我的耳目。赶紧走吧。知唤醒，知悟。有一种菌盖非常严厉，名为毒蝇散的菌菇，人使用不久后进入幻觉状态，看到的东西被放得很大，普通人在他眼里会变成顶天立地的怪，使人产生惊骇的恐惧心理，甚至发狂。司马小姐，你找我。你记不记得，秦放说，沈银灯跟他死去的女朋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。但是那天我们无意中在秦放的钱包里看到了陈婉的照片，跟沈银灯完全是2个人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沈银灯，跟秦放看到的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沈银灯探过秦放的记忆，他让秦放置换。置换？玄门还有这样的技法吗？这当然不是玄门的技法，是异族。当初在长明山，众人皆中了毒杀，唯独沈银灯是安然无恙。对呀，他说了嘛，他太师傅死得早，他玄门的技法学艺不精，所以他根本无法操纵那个器皿。沈翠翘的确被我重伤过，但不是死在我的手上。一人无法分饰2角，但又继续要掩人耳目，在玄剑洞待下去，有什么能比让人难产而死，然后继续在新生儿身上延续生命来得更加自然合理呢？所以，杀了沈翠翘的人，就是沈银灯。沈银灯是异族，他杀了沈翠翘。那天拿来赤伞的血如之泥，我当时说暂时不能分辨真假。玄门诸人神色慌张，唯有沈银灯激愤难平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个血如之泥是真的，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血。
沈银灯就是赤伞。那天在宾馆外面，我让秦放告诉你的话，只要严福瑞继续留在玄门身边，老老实实的帮我打探消息，我就会帮他替瓦房报了这个仇。报仇？报什么仇？啥叫报仇？瓦房呢？是沈银灯，也就是赤伞，杀了瓦房。看来他的力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大。不过幸好，我先下手为强，用血如之泥将他骗了过来。司藤啊，司藤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彻底的消失呢？既然你非要再来我面前兴风作浪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爱的是一束千万拥有。这是你做的？我本来想自己尝尝的，
但是味道太难闻了。你吃了吗？多谢。以前呢，森林里有一棵大树，树上则有一根藤。这根藤依靠着大树生存，树提供自己的养分，让藤衣食无忧，藤的日子是相当的惬意。可是后来因为一次意外，藤脱离了大树，再也无法从大树的身上得到自己需要的养分。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。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都是拼了命的要活下去。一直惦念着过去，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。活着的人要有活着的目标才是。你在安慰我？这是雷族史残的雕砖吗？这是我们家在乡下的老宅子。你太爷爷那一辈是做桑蚕丝生意的。对，在余杭，自古就兴养蚕织布。我太爷爷那个时候，整个镇子的人都是以玉丝养蚕闻名。我记得生意好的时候，他一度和深海的纺织厂有个合约，但是后来还是竞争不过外国人的洋布，加上形势动乱，也就逐渐衰败。到我爷爷那一代时，就没再继承祖业。安排一下，我想过去看看。这个老宅虽然自打爷爷奶奶走后就一直空置，但我每年都有找人定期维护打理。我自己得有个10多年没来了。这个画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那张全家福也是在湖边照的，上面也写着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，尽兴细作。想必是心情大好啊。可是为什么配的是这几行词啊？茫茫残影夕照，这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以至于最后一句，为什么不是古埋封上，而是福呢？你手上的册子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太爷爷的家中记事，跟流水账似的。我看看。行。对了，你这么爱看书，你是怎么识字的？秋山送你上过学啊？秋山视我为猪狗不如，怎么可能还送我上学呢？那你是怎么识字的？邵延宽教的。你的那个男好朋友。这幅画上的字应该不是你太爷爷写的，
你太爷爷的记事大多都是直来直去的大白话，可画上这行字，措辞却雅，个中情愫，倒像是出自于女子。你太奶奶也识文断字吗？在我的印象里，我曾祖母是大字不识几个了。你看看，一家老小等米下锅，七弟数度登门求助，左右为难，幸甚白英小姐代为，说情使得状还。内人心悸气郁，幸得白英送药。猪半盘，黄纸8刀，七舅犹嫌不足，人心如是，取于人耳，非取一俗。看出什么来了吗？这个白小姐就是白英吧？看来她和我太爷那辈关系挺好的。还有呢？白英送药，这个白英是个医生啊。你太奶奶是因为饥荒而流徙达那，家里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后来她随父做生意到东部，哪来的七弟和七舅啊？这和达那之说，差的未免也太远了。有道理。这个小镇，当年我是和邵延宽一起来过的。他是纺织厂的少东家，他和这边有生意往来。我被埋在达那，而你恰恰要去达那给所谓的先人磕头。我认识邵延宽，但他们家的厂子恰好和你太爷爷所在的镇子有生意往来。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对了，你父亲让你去达那磕头，总不会让你挨家挨户的去找，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线索？父亲说，让我去找一个叫贾桂红的人，说是在达那居住的汉人不多，即便是过了很多年，想仔细打听一下应该不难。贾桂红，这个贾桂红你认识啊？有没有说过他是做什么的？说是曾经是黄包车夫，家里排行老三，很多人叫他贾三。我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。喂，你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我托人打听邵延宽的事情，已经有眉目了。他的后人还住在深海。
几乎已经认不出了。你给我的那个地址，应该就在这一带。老房子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了，不过这里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对邵家还是有点印象。毕竟是做纺织厂的民营企业家。你还打听出了些什么48年的时候，邵延宽带着三姨太想要出国，结果传承了，落了个尸骨无存。他大老婆和儿子就一直留在深海，后代也没离开过深海这个城市。三姨太？三姨太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先找个地方吃饭吧，吃完再找。请慢用。相亲嘛，以前听说过奇葩相亲，没想到今天真见识到了。贵就别在这里吃，点一份，连杯水都不给人家点。得亏这姑娘能忍受得了，要是我早受不了了。哎，快去快去！你真的什么都不吃啊？还要我说多少遍呢？你这个样子会让别人觉得我是在虐待你一样。你非要让我做个样子，也可以。要不然你喝点水吧，啊？好啊。尝尝吧，喜欢喝哪个？好喝吗？你眼里有天真的可爱，带我感受新的存在。你用微笑点亮了色彩，牵起你的手就不会再放开。You are wonderful surprise, surprise， 拥抱着你，也拥抱着未来，有你在我的怀里静静等待，每次花开。重新来过的心情恢复了吗？人总得有人的活法。